Hello， 大家好。那么 iOS 14 Beta 6啊，今天终于发布了。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具体更新了哪些东西。我跟大家那么首先来讲一下这个 iPhone 11 Pro Max 啊换机的过程。很多朋友给我留言问我啊，是怎么这样免费换的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那天啊，我去了这个 Apple Store 之后呢，我问店员能不能借一部说话啊，看看能不能免费的换机。那个店员呢跟我说少那么废话。我们那个 CEO 呢昨晚告诉我已经看过你的视频了，再废话让我爬着从这个 Apple Store 出去啊，所以呢我就乖乖的交了这个12万韩币，换了这台崭新的手机。我跟它这个呢就是这个 iPhone 11 Pro Max 的换机的过程。那下面呢我们就正式的来说一下这个 iOS 14 Beta 6。老样子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bug 啊，看看修复了哪些 bug， 又加入了哪些新的 bug 啊。首先这个 Face ID 和 Touch ID， 当我们准确识别之后呢，然后这个对号消失的问题得到了修复。但在 Beta 5中，我们使用触控 ID 或者是 Face ID 进行登录的时候呢，登录完成之后，完成它上面这个对号呢，它是不会正常的显示的。而在这个 Beta 6中呢，我们正常的进行 Face ID 登录之后，它这个完成上面这个对号会正常的显示。那这个问题呢是得到了修复了。另外在 Beta 5中的控制中心里面，家庭这个下面有一排这个空的图标，那这个问题呢在这个 Beta 6里面依然没有得到修复。另外这个 AirPods 连接上去之后呢，它这个文本也会出现这个错误的显示。那这样的简单的问题呢，应该在正式版之前非常快速非常容易的就会得到修复。我跟他们说完 bug 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次 Beta 6的一些变化啊。首先呢，我们按住图标之后进行移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显示删除 APP、移至 APP 啊，资源或取消。那弹出的这个窗口的这些选项的顺序呢，得到了一些变化。而在 Beta 5中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移除 APP，我们可以看到删除 APP 在最下面的位置，然后取消呢在最上面的这个位置。那我个人来讲呢，相比于 Beta 5，我更喜欢这个 Beta 6的这种感觉。那另外一个非常小的变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添加闹钟的时候，这旁边时间这一个地方的话呢，它是出现了这一圈的边框，但在 Beta 5中呢是没有的。而且它上下的数字这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呢，在 Beta 6里面更加的明显一点。所以这种显示方式呢，可以更好的提醒用户，这个区域呢它是可以进行这样的滚动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次 Beta 6里面最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我们进入设置辅助功能，然后这下边有一个 AirPods，我们向下走，这里面就有一个空间音频，它可以跟随我们的这个 iPhone。这个功能的话呢，说实话非常的难以理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简单的说明：跟随 iPhone 打开时受支持的影片和电视节目的音频将听起来像来自 iPhone， 而不会跟随头部移动。这个说明让人产生困扰的原因呢，是因为如果开启的话是听着像来自 iPhone， 如果不开启的话听着像来自哪里这个不太清楚。而且这个功能想要体验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受支持的影片和电视节目的这个音频。所以为了体验这个功能呢，我就使用了这个 Apple TV 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有一个杜比的 Atmos， 有这个标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种空间的音频。所以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听了一下，但是呢没有听出任何的不一样。所以关于这个空间音频呢，我又到这个 iOS 14预览这个页面看了一下这边有一个环绕音效跟你走，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看一下它具体的这个说明。有了 AirPods Pro 你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影院效果的聆听体验具备动态头部追踪功能的空间音频，可将环绕声道精准置于合适的方位，即便你转动头部或移动设备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到呢，这个解释呢非常的专业一句没听懂。说实话，这个功能呢，我在这个 Apple TV 里面看了几个视频试听了一下，无论是开启还是关闭这个跟随 iPhone 我都是没有听出太大的差别这个非常的遗憾可能是我这个使用方法有问题还是怎么样真的是没有听出太大的区别那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一下。OK， 那另外说一下这个 Apple TV 我以为是在韩国是无法使用的，但是为了测试这个空间的音频，我使用美国的账号登录了一下。我登录之后呢，苹果就非常亲切的告诉我，我的这台 iPhone 呢包含了1年的免费的 Apple TV Plus 这个非常的不错。而且实际播放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字幕，中文字幕还有这个全球各种字幕，它已经都支持了这个非常的不错，这个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以为在这个地区无法使用，它相应的字幕是没有但是苹果非常亲切的提供了各种字幕这上面呢有非常多的高质量电影还有这个电视节目大家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强烈的推荐一下。那其实这次 iOS 14我个人来讲最期待的一个功能，也是很多的朋友都期待的一个功能呢，就是这个自动切换的功能。就是这个 AirPods 它可以在这个不同设备之间呢无缝自动的进行切换配对。那这个功能呢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更新到。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这个功能可能要等到9月10号正式版发布之后才可以得到更新。因为现在距离这个9月10号苹果的发布会
已经没有太长的时间了。那关于这个9月10号苹果发布会这个日期是如何流出来的呢？那这个呢是上次苹果在 YouTube 的官方账号啊，他们进行了这个 Keynote 的这个账号测试，然后呢，他们定了一个预约的时间是2020年9月10号啊，是6点15分啊，当地的时间啊，所以非常有可能呢，苹果在9月10号进行秋季的发布会。那在这个发布会上呢，苹果应该会发布这个 iPhone 12，还有这个 Apple Watch 第6代，还有这个iPad 第8代。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期待这个9月10号。那各位呢也可以期待一下。那这个9月10号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信度非常高的啊，应该是差不多了啊，差不多9月10号就会举行这个秋季发布会。我跟大家这些呢就是这次 iOS 14 Beta 6的一些主要的变化。那上次的 Beta 5呢，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版本了。那这次的 Beta 6呢，依然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版本。那非常推荐大家进行升级。我跟大家这个视频就是这边嘛。아빠 잠깐만 이거 노래할 때는 감정이 있어야 돼. 노래 안 해는 거야. 또 한 번 할 때. 들어봐. 공장 보칭벌 이렇게 노래해야지.